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今天我们聊一个有点沉重但是超级重要的话题：科学和战争的爱恨情仇。你想象一下，你是个科学家正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突然砰的一声，战争爆发了，你会怎么做呢？是继续研究，还是收拾包袱回家？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而这呢，正是目前在 CERN， 就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面临的困境。2022年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消息传来的时候CERN 的科学家们估计也是一脸懵逼。要知道CERN 可是一个科学的大熔炉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这儿为探索宇宙奥秘而奋斗。现在呢，政治问题就摆在了眼前。最终CERN 决定呢，在2024年11月30号终止与俄罗斯的合作协议。这就意味着呢，除非俄罗斯科学家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机构，否则呢，他们就得收拾铺盖走人。想象一下你正在进行一项可能改变世界的研究，突然被告知必须离开，这得多郁闷呢。那说到 CERN 就不得不提到它的镇馆之宝，就是大型强子对撞机就是圆圈 LHC。在地下呢想象一下，在瑞士和法国的边境地下100米处有一个巨大的圆环，周长达到了27公里，这就是 LHC， 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它就像一个超级显微镜，让科学家呢能够窥探物质的最基本结构。那在 LHC 中呢，质子被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后互相碰撞。而这些高能碰撞所产生的新粒子，就给我们研究宇宙就是提供了关键线索。LHC 不仅是一个科学设备，更是我们人类智慧和国际合作的象征。它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共同探索自然的终极奥秘。LHC 最著名的成就之一，就是在2012年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被媒体称为上帝粒子。这种神秘的粒子它解释了为什么其他的粒子有质量。想象一下，宇宙中充满了希格斯场粒子呢在其中运动的时候呢，与希格斯场的相互作用就赋予了它们质量简单来说呢，希格斯玻色子呢就像宇宙中的质量发生器。与此同时另一种同样重要但鲜为人知的粒子呢是胶子如果说夸克是构成质子和中子的基本的可以说积木，那么胶子呢就是把这些积木粘在一起的胶水。胶水这个胶子呢它传递了强合力，把夸克束缚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物质。有趣的是胶子本身呢是没有质量的，但是它们的作用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我们永远也无法观察到单独的夸克。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夸克和胶子呢是无处不在，我们无法看到它们。LHC 的实验就是让我们能够间接的研究这些基本粒子，揭示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和运作规律。那我对 CERN 呢是慕名已久今年7月呢参观了 CERN， 我当时呢为了不带这个行李就以伯尔尼为中心乘火车到周边玩，当天往返。毕竟瑞士的通票还是超级划算的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不用带着行李四处跑狼狈的上下台阶是吧？这个省皮箱的这个轮子。那不好的方面当然就是披星戴月每个景点都看不到夜景因为晚上呢都在往伯尔尼赶。所以乘坐这个瑞士火车沿着美丽的这个日内瓦湖畔来到日内瓦，虽然只有1天的时间，但是我的行程呢还是满满当当的这个 CERN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还有标志性的那个大喷泉都一一打卡了，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但是 CERN 的这个科普展览馆还是不错的如果您带着孩子去可能更好这个对公众开放的宇宙奥秘探索之旅可以绝对让大家大开眼界。那在展馆里边这个高科技和趣味性是完美结合那一进门呢就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宇宙起源的模型，让你感叹这个宇宙的浩瀚。接着呢这个互动式的这种粒子对撞演示模型非常直观让这个复杂的这种物理概念直接变成生动有趣。而且还在这个虚拟现实区域戴上这个 VR 眼镜
啊，你就好像置身到这个 LHC 的隧道一样，亲眼见证了粒子的这个加速过程啊，那个感觉啊，简直就是科幻电影成真啊！大家现在看到是我 VR 相机拍的啊，360度的。当然呢，呃，人非常多，就是看 VR 展示啊，你要排队很久。那现在这个 CERN 呢是自己扫码注册预约，然后呢会给你一个不同身份的这个吊卡，免费参观啊。那刚才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战争中的科学家，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二战时期的那些大佬们。那时候的情况可比现在复杂多了。哎呀，想象一下啊，你是1940年代的德国科学家，纳粹掌权了，你有2个选择，要么为希特勒工作，要么好吧，你没有别的选择。其实，许多德国科学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这么一个境地。我们以著名的这个海森堡为例啊，这是看 VR 那一段，这位量子力学的大佬啊，被纳粹政府请去研究核裂变。那他到底是真心实意的为纳粹效力呢，还是在暗中拖延核武器的研发进度呢？这个问题啊，至今呢仍然是科技史学家们争论的热点。那有些科学家，比如说爱因斯坦，先知先觉，选择了离开德国。那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或者勇气或者身份，是吧？那留下来的人呢，不管你出于爱国恐惧还是其他原因，都不得不面对道德和科研之间的矛盾。所以啊，今天研究的基础物理，明天就可能被用来制造更致命的武器啊！所以这种认知啊，足以让很多这个思想复杂的这个科学家夜不能寐了啊！那我们说回到现在啊，我们回到这个CERN面临的这个困境啊，这二战时期相比呢，今天的科学界是更加的国际化，合作更加密切。CER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那么，它的 LHC 项目呢，汇集了来自全球的这个顶尖的人才。所以呢，CERN 的这个决定啊，终止和俄罗斯的合作，就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那支持者认为啊，这是对侵略行为的必要回应；反对者则担心呢，这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哎，这个建筑就是刚才我在里边拍视频的建筑，就这个位置啊。那一位匿名的俄罗斯物理学家说呀：“我们只是想做研究啊，探索宇宙的奥秘，为什么要把政治带入科学呢？”这话听起来还是挺有道理的。但问题是，科学啊，它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那乌克兰科学家Boris Genyov 他就认为呢，继续和俄罗斯合作那是一个大错误。他担心啊，通过科学合作获得的知识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这种担忧啊，不是空穴来风，历史上确实有就是科学研究被滥用的这个例子。所以呢，科学和战争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说他们是死对头吧？哎，战争时期呢，往往会推动科学的发展。你想想雷达、喷气发动机，甚至互联网。哎，刚才在 CERN 里边就有世界这个第一台 Web 服务器的布置的地方啊，我还去看了。我们就是互联网的发源地的在这儿啊。你说他们是好朋友吧？科学家们呢普遍追求和平啊，希望自己的研究啊造福人类，而不是毁灭世界。实际上，科学和战争的关系呢，就像一场复杂的这种tango，哎，他们互相纠缠，是时而靠近，时而远离，但始终是难以分开的。那么我们展望一下啊 ，CERN 的未来，将来 CERN 和 LHC 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失去俄罗斯科学家的参与啊，肯定是一个损失。一位 CERN 的发言人说呢，这将在某些领域留下空白。哎，但科学界的适应能力啊，还是很惊人的。比如说二战之后，科学界迅速重组，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样，CERN 也在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 CERN 呢决定继续和俄罗斯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就是 GINR 合作。这种选择性的合作呢，就反映了这种科学外交的复杂性。它就像是跟你说，我们反对侵略，但科学交流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我们最后说一下科学家的责任。所以啊，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作为科学家，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该怎么做？历史告诉我们啊，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科学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良知和处境做出选择。但是有一点肯定啊，科学家不能对自己研究的潜在影响视而不见啊。正如奥本海默所说的哈，科学家们已经知道了罪恶，这是一种不能被遗忘的知识。那也许 CERN 呢，当前面临的挑战正是一个反思科学责任的这么个机会。我们在探索宇宙奥秘的同时啊，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确保这些知识被用于和平的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以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啊：纯粹的理性科学研究本身并不存在一种必定导向战争或者和平的途径，但是啊，它确实为达到这两个目的提供了手段。那在这个科学发展飞速的时代，这句话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作为科技爱好者呀，我们有责任关注这个科学发展，同时呢，也要警惕它可能被滥用的风险。毕竟啊，科学的未来不仅掌握在科学家手中，也掌握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谢谢收看，再会。